大家好，今天视频再来聊一下比特币 25K 能否成为2023年的底部。去年时在 20K 下方的比特币跟粉丝朋友一起重仓抄底，包括$1000的以太坊。后面是一直提醒，历史上每一次比特币的底部，它有可能会早于减半时间1年左右，包括19年跟2020年也是一样。等到减半的时间价格已经涨上来，或者15年的底部也是一样，等到减半的时间16年，价格早就已经涨上来。那现在比特币如果是在一个箱体整理的结构，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，等下来跟大家解读啊，或者一会来聊一下昨天比特币插针两只脚是否成立，包括4个小时短线的技术形态，我们要怎么去判断？国语讲的烂，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进来的粉丝也可以留一下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减半的这张周期图表啊，我是相信这个位置 15K 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。目前比特币估计就是在二浪调整的结构，到底是不是在走一个 ABC 的整理，还是说我也接受很多朋友是讲这是一个 A 浪的起跌点，也不排除。但是有些朋友是觉得比特币还要去4位数，我是感觉概率非常非常的低哦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触底的时间跟减半的周期时间，如果从 FTX 交易所崩盘的 15K 的低点开始计算它时间的周期，也就是底部距离减半的时间周期，明年的4月份大致的时间是72周左右，所以从现在的一个时间距离减半的时间还有8个月左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，比如说19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，它距离这个位置减半是在2020年的5月份左右，这边也是73周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一浪上涨以后，它二浪回调有把这个低点给跌破吗？没有啊，所以19年的这个时间周期是有一些参考性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的一个时间周期有没有参考性啊？可以观察一下，从15年这一个1月份的低点算是见底吧，然后拉到2016年的7月份，当时这边开始产量减半，也是77周左右啊，所以时间是有高度的参考性。我个人观点，比特币 15K 的底部距离比特币2024年减半目前还是在牛市的周期，只是目前是在箱体震荡。那这一次压回的低点会不会是2023年底部的位置？我是有发现一个线索，我们去观察历史上，比如说比特币第一波上涨以后，19年的这个位置是涨了3倍，然后它后面回撤，如果是二浪的回撤，这个疫情恐慌的低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当时从低点到高点，它回撤的空间是把 0.618 都给跌破。那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先记住哦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目前比特币如果从 15K 的底部拉到 31K 或者 32K 这一次的高点，它是一直守在 0.382 上方，有几次是破这个 0.38， 破这个 0.38， 也就是 25K 左右。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黄金比例啊，就是它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如果一波大涨之后回撤的黄金比例，目前的话2023年是回撤到 0.382 附近，也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底部。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一些线索来观察，19年它是涨了3倍，但是2023年它是涨了1倍。19年3倍的回撤它是会相对比较深，就是在产量减半之前，黄金比例的线索告诉我们19年可能跟2023年的结构它是有不同了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2015年当时比特币第一波上涨之后，也就是在产量减半之前，它第一波上涨后面回撤的一个空间，这个位置是感觉跟2023年目前的位置是有高度参考性啊。它后面回撤的黄金比例这个低点的位置是略微有破过黄金比例 0.382，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2年的当时这个底部起来之后，它第一波上涨这个压回的位置，我们细心去观察一下，它压回的黄金比例是把 0.382 给跌破，压回到这个 0.618， 所以也是不排除是不是4年一个牛市，它里面存在一个交替现象，就是2012年的初步牛市，它有一个二浪的回撤，洗盘的幅度会非常的深，
可能会跌破这个 0.382， 然后15年的比特币牛市第一波上涨起来之后，它涨幅的幅度空间可能1倍左右，然后二浪回撤的洗盘幅度它最多有可能会洗到 0.382， 然后再隔4年一个牛市循环，19年初步牛市涨幅过大的情况下，回撤的位置就会跌破这个 0.618， 然后再隔4年的一个循环，牛市起来之后，第一浪上涨它可能幅度就不会类似19年那么大，然后存在一个交替现象，就是洗盘的黄金比例有可能就是 0.38， 所以我是发现这一条线索，感觉4年一个牛市周期，它里面每一次第一浪或者是第二浪的结构都是存在一个交替现象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24节气哦，昨天是插了一根针，今天要留意一下是24节气的处数啊。那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波段的低点位置，这个位置会不会上涨？上面还是有压力啊。如果它能涨的情况下，比如说再来一根，也不排除这边是不是来了一个塔形的结构。然后就这2根低点的位置，我的观点现在是很确定啊，这就是2只脚。这几天一直在聊嘛，也不排除这一根崩盘的位置跟 FTX 交易所是有高度参考性啊。就是大跌以后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，第5根是不是来了一根插针？但是后面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，所以就现在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根大长 K 暴跌，然后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。第5根是插针，所以这2根我感觉是2只脚已经成立了，但是会不会马上涨，这要看主力的心情。主力如果资金想堆进来的话，放量也可以涨上去，不过偏向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震荡。然后细心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也就是比特币对美元的这个交易对4个小时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昨天这一根多方吞噬，也就是下跌到25,300美金附近，它这个最低点是25,380美金，这个低点是比这个低点低哦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低点，它最低点是25,399美金，但是从日线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个低点却没有比这个低点低啊。所以我的观点是4个小时也不排除目前是存在一个背离的结构啊，也就是这个低点既然比这个低点低，那么可以看一下指标已经是有多重背离了。我们要留意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丝绸线，它如果要走成正向的趋势之前，我们要观察会不会多次去挑战这一条丝绸线的60 EMA， 因为前面的几个低点的位置，比如说上一波在 25K 附近，这边也是，就是它在趋势扭正之前会有多次测试这个60的 EMA， 1次、2次、3次或者是4次，至少要测个2到3次，到时候看有没有可能会不会把整个趋势给我扭正啊。目前我的观点是先观察到底会不会挑战这个60的 EMA， 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